我这次呢是带着我的折叠小车，搭乘着22号线的地铁啊，直接从市广路来到了芳村。那我就在这个花地河边就随意的骑行。那我现在呢是由南向北在骑行啊，又回到了芳村大道啊。但现在呢我是向西骑行，前方呢经过一座桥啊，应该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就是教口。好，现在呢正式上桥。就这座铁桥呢，我记得以前就应该这个样子啊，但现在应该在以前的桥的边上呢又重新修了一条桥。珠江大桥啊，骑过一条马路，才发现这里其实已经是中山八路了。嗨，大家好。这一段呢，我又要配音了啊，因为在这一段的这个视频有一些声音啊没有录好，可能又是因为这个蓝牙麦克风呢和这个摄像机啊脱离了连接啊，这种事情好像前一阵子也有发生过啊。我这次呢是带着我的折叠小车，搭乘着22号线的地铁啊，直接从市广路来到了芳村。这段呢也是刚刚开通的啊。那我就在芳村大道那边呢去骑行了一段，然后转到了白鹅潭，在三江汇流的地方啊流连了一番以后，我就骑着车来到了花地湾、花地河这里啊。现在呢，我在花地河的河岸开始我的骑行。就这条花地河呢，其实在以前已经整修过一次，这已经是第二次的重修了啊。那这边呢，就像大家看到的，江岸都是一片绿地，而边上呢，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地理位置啊，起了很多新的高楼。看到江，我想高层一点的可以直接望到珠江啊、白鹅潭这里。这边江岸呢已经变成了滨江的绿地了，大家可以在这边带娃休闲啊，老人呢也可以活动，尤其是周边的居民应该是有了更多的活动的空间。那这边呢，我相信将来会成为芳村的一片比较好的居住的环境啊。那我就在这个花地河边就随意的骑行。那我现在呢是由南向北在骑行啊，因为那边呢是接近白鹅潭的地方，相信呢也是房地产商必争的地方。确实那边还在大兴土木。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，我左侧的这条花地河非常的平静干净啊，一片这个绿意盎然，因为边上都是一些绿树绿地啊，而且这些行人的通道，或者说我现在街道骑行的这些小路呢，都建得非常的平整。这一路上最多的看到的就是大家在那边守株待鱼，就是在河里钓鱼。就我一路上也看到了不少钓鱼人，他们这个桶里面啊，还是钓到了一些1尺多长的鱼，所以这边的也给很多喜欢钓鱼的人呢，有了一处可以在那边钓鱼的地方啊。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中年男人啊，或者是老一点的人的一些喜好啊。我相信以后呢，这条花地河啊，它一路都会打通到白鹅潭啊，
然后呢，就会跟白洋塘那边现在正在建的滨江步道连成一片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在花地河边上悠闲的骑行。骑到了这边呢，就必须推车而上了啊，因为前面这一段江岸的步行道还在修建，还是一片工地。那我就顺着边上的这条道路呢，再往前走走，看一看啊，现在到底建设到了什么程度？看来到了这里呢，就变成了一段私家路了啊，只能掉头往可以走的路再去探一探。这个边上的一些楼呢，以前
我曾经来过的时候啊，都还在建，现在还是没有完工。但是凭着我这个2轮的小车，我就骑到里面去看一看啊，到底到了什么程度。但看到的呢，还是一片狼藉，这个工地啊，没法通过啊，恐怕前面也阻挡了，所以呢，还是不得已掉头回去，但也留下一些影像啊。我们再过个1、2年再来看一看，恐怕这边就是非常漂亮的清水的岸边的地方了。在广州呢，我们去过很多正在开发建设的地方，确实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啊，真的一片狼藉，乱糟糟的啊。而且好像他们对这些公示、对这些工地的这些环境啊，并不是那么讲究啊，就是敞开式的建设，尘土飞扬的。那你只能等到它建成之时呢，去看看啊，新呈现出来的模样呢，就比较惊艳。现在呢，我又回到了芳村大道啊，但现在呢，我是向西骑行，前方呢，经过一座桥啊，应该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就是窖口。就芳村的窖口呢，是跟佛山的南海区的黄岐是连成一片的。就那个地方呢，都是城乡结合，在我的印象当中呢，就不值得一去啊。但今天呢，正好趁着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就骑着车快快的通过一下，看看我没有涉足过的这片芳村的地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。就到了这边呢，我就非常吃惊啊。第一呢，就是已经有了地铁站啊。第二的话呢，我就发现这个马路边上全部都是卖茶叶批发的商铺，一路连绵不绝，就感觉广东人真是把这种批发生意做到了极致啊！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意，都可以成行成市，就批发商场一路都过去，无论是老城区还是乡下地方，都会呈现出一种商贸繁盛的这种景象。到了这里呢，我才真正了解到啊，原来芳村的这个茶叶市场是在这里。整体来看呢，这个区域呢，看上去还是比较平常，虽然马路呢也渐宽了啊。我现在拐入到一条小村边的道路了，这边呢好像也是比较老的城区，但这条小河呢应该直通珠江的，那我就顺着这个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修缮的小河村的边上，随意的骑行一下，看看可以骑到哪里去。不管怎么说呢，这些小河村啊，这些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，也得到了一些整治啊，因为闻不到任何从小村里面泛出来的异味，基本上来讲还是比较干净的一条马路。我相信呢，这些小河村也得到了一些生态环境的整治啊。这边的一些道路呢，两边都是一些仓库或者是比较低级的工厂吧，所以基本上没什么特色，我就快快的通过啊。
现在呢已经又重新回到了芳村大道。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到这边啊，但是这些道路，这里看到的这种城市的景象呢，没有什么特色，就仅仅是快快的通过一下而已。而到了这里呢，我就眼睛一亮啊，原来这个前方呢，居然是珠江大桥的桥底下了。就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珠江大桥呢，它直接去到了佛山南海那边，我从来都没有走过，因为我记得这个珠江大桥以前给我的印象就是铁路桥。我顺着这个指示牌，也跟着别人那些非机动车的车流呢，就拐到了上桥的路。我还是前一阵子刚刚听说这条珠江大桥啊，经过了重新的修建，使得铁路桥和公路桥呢合二为一啊。我没想到原来还有一条非机动车的过桥的通道。好，现在呢正式上桥。就这座铁桥呢，我记得以前就应该这个样子啊，但现在应该在以前的桥的边上呢，又重新修了一条桥，就增加了这条桥的通行能力啊。整体来讲啊，虽然这条桥还是比较长，但是它做的骑行的坡道啊还可以，比较平缓，所以它是特地啊做了这么一条可以让非机动车通过的便桥。我骑上这座桥都不用换挡，就可以骑上桥的中央。就我觉得它的设计还是比较符合让这些自行车、电动车通过的。到了这边呢，就已经开始下桥了。这也是我今天啊就感觉比较惊奇的地方。到了芳村，原本呢就觉得应该掉头回去啊，或者在哪里找个渡口，但谁知道呢？这条珠江大桥已经修通了，而且可以让单车呢就这样一路骑过来。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，我觉得也是在骑行过程当中有时候会遇到的一些意外的惊喜吧。下的桥来呢，我走了一段弯路啊，
就从这边呢，我就拐到了右侧，过了马路，后来才发现啊，原来这个珠江大桥它有西桥和东桥之分，我下来的呢只是西桥。原本呢我应该是直走的，结果我就像现在这样走错了路，就又走到了一处我也搞不清楚的地方。但这边呢应该是一个大的自来水厂的所在地啊。这个水厂叫大坦沙净水厂。这一段路呢，走的是冤枉路啊，就本来不应该走的一段路，但是呢，也正好可以看看这种城乡结合部的城市的风貌，觉得也算是一种体验吧。那我就让它快快的经过一下，以快放4倍速的快放呢，就让它快快的通过一下啊。现在呢，我再次准备上桥，这回呢是上的是珠江大桥的东桥。从这边上桥呢，还是有些复杂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我走错了。总之呢，在这边上桥拐了几个弯啊，但那些电单车的人呢就无所谓了，因为他们不需要用脚踩，而我呢是踩着2个小轮子，所以这段过桥呢，比刚刚那段西桥啊显得还是坡度大一些啊，难骑一些。就你看，很多人呢都是骑着这种电动单车上桥，这个可能就是他们每天啊过桥的主要的方式了。上到桥面上呢，看到这里还是有很多的工程还没完工，所以大家呢都七拐八拐的在这条桥上勉强向前骑行。
这里写着广占百米水道特大桥啊，那我的理解应该是通火车的一座桥吧。你看啊，这里下桥的地方啊，非常的凌乱，边上那些工程还没有结束，七拐八拐啊，从这里掉头，然后呢又拐入到一些看来是便道啊，黑乎乎的一个桥洞，又经过了一个还在建设过程当中的桥洞啊，勉勉强强的就下了桥了。下了珠江大桥啊，骑过一条马路，才发现这里其实已经是中山八路了，也就中山路的最远的地方了。而边上呢就是荔湾湖公园。今天呢，就是从芳村啊，很意外的通过了珠江大桥，来到了荔湾区中山八路啊荔湾湖公园的门口。那我就把这段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一段继续，拜拜。